有请1号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毛浩南，今年24岁，来自美丽的七彩云南，现在在南京工作。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跟我分享防晒妙招。因为首先我们云南啊，本身紫外线就很强，所以说平常我对防晒啊就比较注重一点。二一个的话呢，我的工作平常也是在户外，然后我也有过那种晒伤的经历，所以说我对这个防晒比较注重一点。哦，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女生防晒方面特别有心得？13号。男嘉宾你好，我给你推荐一个防晒妙招。因为我目前正在学车嘛，就是因为紫外线特别充足，我就买了一个超长的防晒衣，戴帽子，然后还戴面罩的，然后呢再卡一个墨镜，反正从头到脚什么都不露。所以我从头到尾呢，我的教练从来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他每次叫我的时候，那个鬼过来练车了。2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本身是经常会打高尔夫嘛，然后我的防晒小妙招就是全身涂满防晒，然后再戴上墨镜、戴上帽子，然后还有面罩，然后现在还有一款这种户外的防晒面膜，又可以保养皮肤，然后又可以防晒。贴着面膜打高尔夫。对。他这个好像难度系数超高。你觉得哪一款比较适合你？我觉得物理防晒吧，就是比如说买点围脖啊、面罩啊这类东西，就是把自己保护起来嘛。你要让男人在脸上喷一点、抹一点、涂一点什么东西啊，这烦，罩上就完了。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忽视我们的重要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就比如我本身的话呢，自己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保留一些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以前的话呢，我会就是用一些照片啊、截屏啊来保存，比如说放在相册里面啊、网盘里面啊。现在的话呢，大概有200多个 G 吧。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都是拍的视频吧，200多 G。是照片嘛，大概有2万多张吧。哇！这张是当时就是开牛排店嘛，当时电视台过来采访，然后的话呢，几个摄像机对着自己，就感觉自己很不自然。就是我妹妹要结婚之前嘛，我跟她一些嘱咐嘛，就是嘱咐她不要被一些物质所迷惑了。2个人的生活，哪怕平平凡凡的，自己过得幸福，也是最好的。哎，给她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1号。之前我也是用拍照来记录生活，然后现在呢，我都是用视频来记录，也是存在了网盘里很多。这个是我大学军训第1天来到宿舍，来到江苏。这个是学校舞蹈大赛，然后连续2届拿了第1名。哦。14号。男嘉宾你好，您说不希望忽视彼此的重要时刻嘛？那换言之就是希望重视一些重要的时刻。那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过个情人节啊，或者是你的生日啊、我的生日啊，这种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就是准备一下嘛，可以有点小仪式啊或者干啥的，比较重视一点。好，来看片子。上班了，上班了，兄弟们！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啊。你看路上已经有这么多人了，所以啊，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那是别人努力得到的。你努力，有人比你还更努力。跑单了，跑单了。我叫毛浩南，是一个外卖小哥，这行做了1年半，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一天工作15个小时，1个月休息2天。哎呀，2点半了，终于吃上饭了。有新的订单，单子又来了。刚到南京啊，人生地不熟嘛，送外卖都找不到地方啊，地址也显示就是这里，定位也到这个地方了，但就是找不到地图上那个点，真的是快把人都给急哭了。现在跑的单子多了，不但轻车熟路，我还掌握了送外卖的小窍门。我会引导系统给我派单到外卖多的区域。1年半时间，我送了22000多单，也见识了最真实的人情冷暖。后来啊，我感觉啊，在大好年华的时候啊，不应该只送外卖，用什么方式在送外卖的时候能为自己以后积累一点有用的价值呢？于是，我将短视频和送外卖结合起来，每天记录自己有意思的外卖经历，也为大家提供点餐小贴士。视频里积极阳光的我也迷茫过，曾经月入10几万的牛排店，因为疫情餐饮业萧条，不得不关门。创业失败的打击，商场租金、供货商的欠款，让我有过放弃的念头。当时店刚关的时候啊，我就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想管，就闷头睡了大半个月。然后忽然有一天啊，我就清醒了，我想我才21岁，我还有希望，我还能翻身。正好看见南京正在招募外卖骑手，而且的话呢，我觉得自己吃点苦受点累，欠的债的话呢，最多1年半也就给他还清了。于是我第2天就收拾行李赶到了南京做这个外卖骑手。很多人觉得我虽然负债，但很积极乐观，都来咨询我，甚至有从全国各地来南京投奔我一起送外卖的。大家心情不好就互相开导，有困难就互相帮忙，一帮难兄难弟就成了好哥们。虽然我很普通啊，但是靠我的双手去努力还清了债务，即使处在低谷，我坚信一样可以翻身。未来我打算开一间工作室，把视频内容做得更好。我很怀念以前提笔画画的日子，闲暇时也打算重拾画笔，用线条和色彩记录生活的小美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未来会越来越好。我特别喜欢那个片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情绪。你们可能接触外卖小哥应该很多吧？胡雪飞。男嘉宾你好，我之前实习的时候做过酒店的客房服务员，所以刚才看了这个视频，对我的感触很深。因为当时，在我实习选择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去市场部啊、销售部或者是人力资源部这样的部门，但是我主动选择了客房部，这是一个几乎全年级的同学没有一个去主动实习的岗位，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经历，让我知道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所以也是做了服务行业之后，然后对很多保安大叔啊，包括咱们的送餐小哥哥，然后我都会很耐心的去跟他们打招呼，包括接他们的电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通过一次次的接触更加的拉近。所以加油！加油加油！朱瑞。男嘉宾你好，刚刚看到 VCR 里你说你经常会分享一些什么点餐小妙招，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吗？像你们平常点外卖的时候啊，因为你不知道商家在哪里的，我建议你先点你吃过的商家，尽量点那种带堂食的店面。然后其次的话呢，你想要就是送的快一点，你就点那个专送，不管那个地址多难送，你都必须要去送的。假如说快送的话呢，那个地址难送的话呢，我们外卖小哥可以拒绝不送的。哦。我认为这个地址，你别看是个小事儿，你真碰到有一些城市的老城区，它的那个门牌号码会很混乱。比如说某某街6号，我跟你说，很有可能那一大片儿都是一个门牌6号。你怎么弄？有这种事儿吧？有，还有是什么？他就写一个604啊，而且我们那个片区啊又是老小区，有些时候爬到6楼不对，这没有604，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在1单元。所以就这些小的细节，为别人为我们服务的人，我们稍微多想一点。
你就告诉人家哪一个门旁边有什么学校，有什么咖啡店，住清楚，方便人家好找，也方便你自己，对吧？对对对。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刚才的短片里提到你见识到了最真实的人情冷暖，你可以具体分享一下吗？就比如啊，来送外卖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啊，就我们餐箱里面的水啊，一顿都喝不完。天气太热了，客人送到这里，然后说来喝瓶水。还有一次是什么？是夏天下雨，我没穿雨衣，然后我把外卖送到门口，一敲门的时候，然后那个客人一打开门，看到我地上就是一大滩水。当时我以为他会怪我，结果我走到楼上呢，一看 ，APP 上面一个打赏99块钱，然后发信息叫我注意安全。就比如说下雨啊，冬天啊，有很多客人发信息说，外卖小哥骑慢点，注意安全，我的不着急送，先送别人的。虽然是简简的一段话语啊，当时我就觉得啊，人间啊还是感受到了很多的真情冷暖的。14号。男嘉宾您好，您刚才短片里面提到后期您会成立一个工作室来做短视频嘛？那您是推居幕后呢，还是会继续拍摄跟外卖相关的视频呢？我可能会记录一些，比如说记录我们的生活，我们就遇到的就有意思的事情也很多。是啊。就比如说有一次的话呢，接了个单子，上面的备注是什么？就是麻烦小哥帮我看看我的网恋女朋友好看不？然后呢，我到门口敲门，把外卖递给他，我发现是个男的。然后我就问他，是里面就你一个人吗？就我一个。然后我就下来打电话跟他说，我说大哥，你这网恋女朋友是个男的呀？我给他点了3个月外卖了，竟然是个男的。天空是蔚蓝色，窗外有千纸鹤。还有说，比如说男朋友在打台球，女朋友点个外卖，小哥你帮我看看他打台球，看有没有女的。这是属于情报工作的范畴啊，这是。像这种有意思的单子就很多，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网上的网友嘛就觉得就很有意思，点赞量的话基本上都很高。确实，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你是编不出这些事儿来的。对。来，我们看段视频。这2个店我刚刚送完2个，他又给我来2个，就在附近，都是小订单，这是要好起来了吗？刚刚那个客人我去敲门，我敲的不重啊，他出来就很凶的对我说，把他门敲坏了吗？给你个眼神，生活嘛，不就这样吗？有困难我们迎难而上，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生活笑一笑就好了，加油！现在马上快1点了，我得赶紧回家了，下雪了。太冷了，扛不住了，趁自己还年轻，多努力一点，父母就少操心一点，加油！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就去丧黑暗，这是所有的负好感动啊！趁年轻我们多努力一点，父母就少操心一点。这种不是那种专门写文案的人搞出来的词儿，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我觉得还挺高级的。我之前的话呢，我就说，因为刚开始创业嘛，然后现在又创业失败了，就闷头睡了大半个月。然后忽然有一天啊，我就清醒了。我想，我才21岁，我还有希望，我还能翻身。正好看见南京正在招募外卖骑手，于是我第2天就收拾行李，赶到了南京做这个外卖骑手。我觉得的话呢，自己多努力一点嘛，父母就少操心一点，包括以后结婚啊、买房啊，我都趁自己年轻嘛，多努力一点，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孝心了。现在。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画画画了多少年啊？我画画从小我就对画画很感兴趣，就比如说从幼儿园啊、小学的时候。哎呦，这你画的画啊？对。哇，
班上出个黑板报干啥的，老师也很鼓励，所以说也很信心。后来上了初中之后，学了7、8年吧。后来然后到牛排店开店的时候，虽然说时间没那么多了，但是有时间也会提笔起来画几笔。我觉得画画呢，对我来说啊，很放松身心啊，什么都不用想，所以说我也很喜欢画画，自己也很感兴趣。黄老师对这个绘艺术心理学还是很有研究哈，每幅画的这种笔触。对，我看到你的画里面有充满着积极的阳光的，然后有很多田野啊，那像是你的家乡嘛？对，然后颜色很鲜艳，构图很均匀，能感觉到很怀念那个家乡的景象。对对对，就选景的时候自己也会看嘛，就哪个景画出来的话呢，适合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嘛，我想把它表达出来。对，你的画作里有非常非常多真实的情绪啊，我还挺喜欢看你的画的。我最喜欢后面最后那一张，这个非常的生活，然后感觉好像有人愿意去做一下。院子的一角。然后你感觉到这个画家是很从容的，在这个景象里面感觉到他的自在，而且那个树就在眼前，然后那个小绿芽冒出来了，也充满了生机。要注意他刚才评价你的时候用的名词，说这位画家。对，你加油啊，画得真好。谢谢谢谢。看下一条。校园恋爱单纯而美好，却也捉摸不透。我们经常为小事吵架，他一不开心就说分手，但分手第2天他也跟我说和好。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但这种分手经历了太多回，我渐渐学会了习惯。但没想到因为习惯，我把真话当成了玩笑。有一天他忽然给我发了很长很深情的一段话，说分手。我当时处在创业初期，很忙，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就随口说分吧。第2天我忽然觉得不对劲，主动给他发消息，别生气了好不好啊？这次他表现得很客气，回了一句分手吧，你要好好的。就再没了消息。这次分手是真的。我觉得2个人吵架没关系，但是不要轻易说分手。经常说分手啊，让我感觉对方啊太不把感情当回事儿。人都是有情绪的，你说分手可以，但是的话呢，你不能不理我呀，你得给我一个让我哄你的机会啊。我觉得女生的话呢，很多时候只是需要一个台阶下，你哄她一下，她就好了。第2个她很漂亮，很优秀，我们没有吵过1次架。相处半年后，我创业失败，独自来南京做外卖小哥，相隔2地。我把对他的思念都放在日常的分享里，让他知道我在另一个城市的生活。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他变了，每天的早晚安逐渐变少，也很少主动联系我了，回我的消息也越来越敷衍。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们见一面。到时候再看吧。如果是敷衍的话，你可以说可以啊，好的呀。但是的话呢，到时候再看吧，这句话给了对方很多拒绝的空间。我主动提了分手，我和你分手不是因为不爱你，而是因为太爱你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其实内心里面真的不想分手，我只是想听他说一句没事儿，我陪着你。没想到对方就直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很痛苦，很伤心。感情中，我只要喜欢就会大胆去追，希望另一半心地善良，性格活泼，2个人互相喜欢，愉快相处，好好聊天。下班后我会为他学做菜，累的时候你能够陪伴我，给我支持和鼓励。2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 VCR 里面说女生跟你说分手之后，你就回了一个那就分手吧，而且2次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你难道不知道女生说分手的时候很多是在试探你，试探你在她心里重不重要，你会不会放下尊严，放下面子去哄她，去追她？会的呀。但当时我跟第一个的话呢，是因为校园恋爱，当时太年轻了，就感觉的话有些时候是开玩笑，我们2个就是没那么认真。第2个说分手是什么？因为当时我处在最难的时候，我第一是没什么心思去谈恋爱，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不确定能给他一个很好的未来。
然后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忽略你，因为我不想耽误你嘛。我觉得就是太爱一个人的话呢，我希望他是过得更好的，我不想让他跟着我一起受苦，所以说我跟他说了。但是放到现在的话呢，我肯定不会说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呢，应该有信心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吧。好的，谢谢。16号。大家好，我是16号女生彭蕊，来自江苏盐城。我是一名保龄球赛事策划，那么同样呢，我也是一名国家队的保龄球运动员。你的最好成绩是？亚洲冠军。我。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表哥。我觉得特别钦佩他的是，他就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送外卖，同时也没有放弃那个女孩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嫂子。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一个姑娘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低谷啊，就放弃一个女孩子。也许那个女孩子很想和你一起走到最后，就像我的哥哥和嫂子一样，他们现在非常幸福。谢谢。好，知道了，谢谢。因为16号就是他在那个 VCR 里面说到的那个女生已经开始冷淡他了，然后他提出要见面，那个女生说到时候再看吧。对，我觉得他说了，就是到时候再看吧。我觉得的话呢，有太多拒绝的空间吧。其实当时我想听到的话呢，是什么？是说没事，我愿意陪着你一起加油吧，把那种难化成更多的动力去努力吧。但当时我已经明显到感觉到已经变了，所以说我自己我也能感受得到，所以说我就说了嘛。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你接到一个单子，你送过去，叮咚一开门，就是他？然后刚拿过去的时候，后面一个男的说：“谁呀？”你看他是男的，如果是这一幕会怎样？我肯定也会祝福他的呀。因为的话呢，我觉得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很爱他，我希望他过得更好。那你会张头看一眼里面那个男生吗？正确，我应该会看一下，我看他，就是看他长得帅不帅，然后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没事，他画肯定没有你画的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反应就特别真实，我就喜欢他身上这个真实的劲儿。你想换一个人，他会怎么说呢？有什么好看的？过去的过去，祝福一下就好了。过去就过去了。他说：“我还是想看一下帅不帅。”你跟他没有联系了是吧？对，没有联系，没有联系。这也想跟男嘉宾分享，就是人生有时候跟股票似的，有涨有跌。有的人是做短线的思路，所以你在跌的时候，他就马上清盘了。但你身边一定还有人跟你的相处是长线的，他要看的是你内在的那些不变的特质，比如说韧劲儿。他身上这种韧劲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是因为这是折射出你这一代青年身上都有这个韧劲儿。这在过去这2年多的时间里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小微企业，尤其是餐饮还有服务行业，大量的遇到你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代人在里面沉沦跌倒的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在背后这个韧劲儿站起来。他是有很多他的内在的价值坚持，这是你内心本质的东西。就是陈老师你说的特别好的，就是这个餐饮业就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能够今天我倒闭了，但是第2天看到那个南京送外卖，他就马上去，这种行动力很让我觉得很被激励的。说走就走，说干就干。对，但是我感受到的是男嘉宾在事业上有一股韧劲儿，但是我觉得他在情感上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感。所以我觉得是想鼓励男嘉宾在情感上面，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的话，可以稍微再自信一点，再争取一点。好的，谢谢黄老师。而且你的周末的画得多好啊！这你是有精神后花园的，那是你非常有一个价值支点的部分。不是每一个小哥在周末的时候都有一个能坚持了7、8年，而且到达一定水准的一个如此深的爱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这个男生是我少见的发自内心的喜欢的那一种，
在他身上，我真的是看到了一种特别自然的年轻人当中对生活的热爱的一种表述。他在生活当中可贵的是什么？在那么又辛苦又平凡的工作当中，他保持着一直对生活的记录，无论是他的画笔还是他的镜头，如果前面再加一个定语，艺术的记录生活，这本身就是非常酷，并且具有高贵灵魂的一种表现。再见。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在我的却很虚弱的找到答案。虽然我很普通啊，但是靠我的双手去努力，即使处在低谷，我坚信一样可以翻身。积极的面对生活，生活笑一笑就好了。加油！趁自己还年轻，多努力一点，父母就少操心一点。加油！继续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唱。再见。这次来参加节目，孟非老师、陈明老师、黄安老师就是对我的启发，我感觉很大，对我以后我的人生情感经历上面，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能更认清自己吧。他让我想起了在云南有一个摄影师，今年应该有70多岁了，叫吴嘉玲。曾经他在废品收购站生活，他就用一台普通的照相机拍了40年，他就拍云南的农村县城，他看到的一切。最后他的影展在法国巴黎有他的个人影展，我们也希望将来说不定哪天他很有可能开个展呢。只要他的时间够长，他就这么一直坚持记录，不需要多少技巧，我就把你看到的最朴实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一定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时间去接触这么多的人，特别了不起。是。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们，你们好。我叫于志航，今年28岁，来自江苏南京，谢谢大家。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做事不要太纠结。其实，在我的日常工作或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时候，发现有一些女孩子，她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纠结半天。对呀。比如说，看中2款非常喜欢的包包，这个颜色很好看，那个款式呢造型又非常的吸引她，不知道该买哪一个。所以你的做法是？我会根据我的这个审美给他推荐一个适合他的。我以为是都买，我听着也是，不要纠结，这何必呢？24号。我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就我纠结的程度，我觉得有点严重吧。就比如我最近想买一支口红，我也知道我想买什么色系，但是我已经纠结2周了，就是还没有买这支口红。我就特别想有一个人能帮我做决定，或者帮我买了更好。主要是后一句。是的。他买了给你，你就不纠结了。对。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总是拿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和我做比较。你被电视剧里边的哪一个主人公伤害过？对呀。这个倒没有。那你为什么？那这个是哪里来的经验体验呢？因为现在大多数女孩在工作之余、休闲的时候，都喜欢刷一些偶像剧啊、爱情剧。
但是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生活当中要应对的也都是柴米油盐，可能没有办法给到我们的女朋友这种海誓山盟啊，或者说惊天动地的这种爱情的这种体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用心去让自己的女朋友感动。朱瑞，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刷一些短视频啊之类的，哎，然后我看到人家男朋友，然后我就特别想艾特你，这种的话你能接受吗？这种是可以接受的，在我力所能及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我是愿意去模仿他们。来看片子。比起跳伞或者是坐飞机，滑翔伞可能是最像飞翔的一个运动，借助风的力量翱翔在天上，像鹰一样的自由。我叫于志航，是一名滑翔伞教练。18年在北京体验过一次后，我就深深地迷上了这项运动。我的爷爷曾经是空军的一名机械师，在我小的时候，他就经常拿着他的飞机模型逗着我玩。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一个飞上蓝天的梦想。在空中的感觉就好像置身于一个3维立体的海浪之中，每时每刻都受到了气流的影响。一开始呢，父母确实是有一些反对我去学习滑翔伞的，毕竟呢，它是一项在空中飞行的运动，它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以对我的人身安全进行负责。而且我觉得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尽力尝试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这样的话，当你老了才不会觉得后悔。这是在空中的我，其实在地上的我还有另外一份职业，奢侈品销售。我呢，对于奢侈品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那就是千万不要去透支消费。我是一个追求性价比的人，我更愿意把钱花在我的爱好上。我有一整柜子的飞机模型，我最喜欢的是苏27这个型号的战机，它拥有世界上最优美的流线型外观。这也是受我爷爷的一些影响，能够把一样东西从无到有的创作出来，组装、涂色、做旧化的效果。完成之后还是相当的有成就感的。我从上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玩滑板，我也很享受这种一个人的运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玩滑板的青年晚上都会聚在热闹的广场上，但其实广场更像是一个人表演的舞台。这舞台的背后是我在一片无人的空地上一次次的摔倒，一次次的站起来，不断挑战极限。我喜欢并且享受这种感觉。飞在空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看见美景的时候也只有我自己。但下一次在天空中看夕阳，我希望是2个人。你愿意吗？一个很酷的爱好，你飞这个玩意儿多少年了？我是从18年的春天开始尝试这项运动的。现在是教练是吧？对，是教练。张文超。哎，男嘉宾你好，就我这个人他很恐高，我之前去那个张家界那个玻璃栈道，就站在上面，我腿就发软，但是我又非常想体验那种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感觉。那你觉得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克服这种恐高的心理呢？其实滑翔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首先，它的速度是非常的慢的，而且这个山坡也是渐渐的由缓到陡这么一个过程。很多人一开始穿装备的时候，他说自己非常紧张，但是飞到了空中之后，这个过程一般都是让他流连忘返，甚至说终身难忘的。这个玩意儿我飞过一次，真的挺爽的。也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你要让我在飞机上往下跳，就像我这么怂的人，我死活都不敢，确实害怕，嘣就出去了。但是这个我要跑，
还可以。对，稍稍跑2步，然后你就起飞。我大概玩过4、5次，就非常喜欢。一旦你在天空中像鸟一样的视角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间的那些烦恼都那么的不重要，所有的房子变得那么小一点点，田地就这么一小小块，就觉得哇，人间那个真的是无所谓了。然后你就觉得人世间都是小事，然后心胸豁然开朗，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哎呀，我那唯一的一次是在意大利和瑞士的边境上一个山上飞下去，那个教练是个老外，我这英语能听懂什么？就听懂 like a bird， 然后跟我说这边是瑞士，这边是意大利，一共听懂这2句。1000多米飞上去，就是掠过那些树的时候，树的树尖儿飞过去的时候。是完全另一种感受，而且确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玩这个东西？你说在国内吗？是。国内离我们南京最近的地方在浦口区的乌江镇，就是我们俱乐部现在的一个所在地。乌江镇那个山上？对，是的。就那么一丢丢矮的小土坡？对，别看它矮，它的这个山的净高度只有240米，但是我的最高飞行记录是1860米。哇！一下就。是的，当时遇到了一股很强烈的气流，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这个云的边上。哦，哎，我妈妈说她飞过3000米，我妈妈今年71岁了，她也是玩滑翔，所以我妈妈说那个叫银发运动，说在国外很多头发白的人都在做滑翔。头发光的也可以吧？那我觉得也不会受到风的阻力。我妈妈滑翔以后，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性格都开朗了，更自信了。她在滑翔的那一刻，感觉完全就是做自己，所以我很支持我妈妈去滑翔。虽然知道有一点点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值得做这件事情，其实风险都不重要。2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之前有在青岛玩过那个滑翔伞嘛，然后当时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就下来的时候我整个腿从脚踝到小腿这边全部都擦伤了，所以在那之后就不太敢玩这个项目。滑翔伞的安全性其实是排在山地自行车的后面的，其实远没有比自行车还安全。对，山地自行车也是一个极限运动。哦，对啊。那您平时会比较喜欢玩一些这种比较就是危险的一些运动吗？像如果去游乐场会挑战一些极限运动吗？对，我经常坐过山车。那你会拉着你的女朋友一起陪你吗？会啊，因为坐过山车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肯定会搂紧我的。她如果不愿意，那你怎么办？实在不愿意，肯定会尊重她的感觉。哦，谢谢。有没有一些最近2到3年才培养发掘出的一些爱好或者生活方式，大家分享一下？14号。我这2年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嘛。我记得我有一次潜水的时候，下潜到15米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条蛇，黑白相间的，其实那是海蛇嘛。海蛇其实是在毒蛇里面，它的毒性排名是前5的。我就记得我当时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我那个脚蹼就已经感觉像轮船的那个桨一样，以最快的速度赶紧上升，我就很后怕。是。其实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小小的危险，但是当你日后去回想它的时候，一定是你的一个难忘的经历。这2年我发展出一项特别年轻的爱好，叫种菜。我原本不认为它是年轻的爱好，这2天看热搜，热搜上面说，最近年轻人热爱种菜，我发现我居然还有这么年轻的爱好。Cool。现在蔬菜的长势喜人。孟老师，你种菜的时候，感觉哪个阶段你会感受到快乐？天天蹲在那儿跟傻子一样，看着为什么还不出来？就是那个一首歌，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里啊，一日看3遍。我就是属于一日看3遍，就是看它什么时候长，它真的长出来了。
但是你还是会把它吃掉。那当然，我把菜种出来又不是盆景，还是为了吃嘛，对不对？对他的尊重啊。好，看下一条。5、4、3、2、1，看见你的微笑，我就知道我会遇上我的心上人。我相信一见钟情，我的2段恋爱也都是一见钟情。第一次一见钟情，他是面试我的 HR， 认真工作的样子和他迷人的微笑，让我一见钟情。第二次一见钟情发生在法国，那是公司组织的一场旅行。当时我一下就注意到了小巧可爱的他。那一天呢，其他同事都出去购物了，只剩下我和他坐在摩纳哥的海边，看着夕阳，听着海浪，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他。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只有一见钟情能让我开启一段恋爱。我很难理解日久生情这件事儿。我有2个老同学，上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完全不能理解，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他们怎么会突然来电呢？在我那2段感情里，我都是用牵手的方式去表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方式，在教滑板的时候，在夕阳下的海边，这些都是我浪漫的牵手时刻。现在由于工作的原因，节假日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了，我很难抽出时间来给对方一个准点的陪伴，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愿意和我错峰过节。不知道未来的他会在某一刻、某个地方与我相见，可我希望这一见也会是长情。有的时候有一个话题是经常会被拿出来讨论的，你是喜欢一见钟情的呢，还是日久生情的？好像经常会听到他们说，是这种的就接受不了那一种，是那一种的就理解不了这种。我觉得这件事儿在生活中它是这样对立的吗？陈明？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里他描述的是2种化学物质的分泌。就其实是2种感受，一见钟情是心动、悸动、燃烧这种类型，它是一类一个脑区受刺激的一结果。然后另一种日久生情是平淡稳定，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标准来区分呢，一见钟情就是你见不到他你就特别想，然后日久生情就是你见不到其实没什么，但是你一旦生活中他不在了，你觉得哪不对，这是2种感觉。这2种感觉，一个刺激，一个平淡，其实是价值观的差异。但是他们俩矛盾吗？并不矛盾，完全不矛盾啊，完全不矛盾，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的感受不一样而已，绝不冲突。张文超，就是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都是2种非常美好的感情期待的状态。一见钟情固然很美好，但是我就是不要排斥这种日久生情。对，我并不排斥。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所有的日久生情也都是蓄谋已久的一见钟情。给他这么一说吧，倒显得蛮高级的。从我的感受来说，在文艺作品里边出现的话，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更多的出现在一些偶像浪漫主义的题材里边。男主人公一定很帅，女主一定巨美，2个人的第一次见面一定是惊鸿一瞥，世纪之爱，然后呀，各种浪漫桥段就开始了。但是从现实生活中，一见钟情有可能导致的是，哇，一看这个女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慢慢的一相处，你就有可能会发现，哦，她还有这个习惯，哎呦，她居然是这样，哎呦，她说起话来怎么是这么刺耳，哎。慢慢，因为一见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充分的了解，往后缺点会暴露。而日久生情，那肯定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心动，只是在慢慢的相处的过程当中，才会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慢慢的呈现出来。13号，
男嘉宾你好，我看到 VCR 里面提到说你只能接受得了一见钟情，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你的话的意思是你只能接受得了你的心动女生？并不是，因为一见钟情这个一不代表我见你一面，可能是2面或者3面。我指的是在短期内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接受不了的是，时间过去了很多年，比如说我们2个人，你觉得我还行，我觉得你还凑合，要不我们俩就在一起吧。有人觉得一见只是一眼，但是他说不是，是至少要有一聊，要有一次沟通。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过往的一见钟情的这个对象里，大多是同类的，还是说类型比较多元？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过往的一见钟情的这个对象里，大多是同类的，还是说类型比较多元？同类的，我比较喜欢温柔乖巧的这一类女生。你是不是对娇小玲珑的女生会相对比较？我说错什么了吗？没有，刚才很多高个儿女孩听完就忧伤的灭灯。大鹏展翅的就算了，小鸟依人的还留着。4号。大家好，我叫唐文静，来自宿迁，是一名宠物医生助理，特别喜欢小动物。那么请问男嘉宾，你 VCR 里面说你错综过节，那么1个月的话，你会花出多少时间陪伴你的女朋友呢？其实我觉得越在意一个人的话，我会花出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去陪伴他。因为刚刚提到的错峰过节，因为我本身是做服务行业的，一般节假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忙的。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理解。错峰过节特别省钱，我向你们推荐。你想在什么小长假、黄金周，你出去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要800，要1000，你只要黄金周过后的第2天，那个房价可能就300。是啊，2月15号买玫瑰多好啊！22号有溜灯，来，最后一个问题，22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的是，就是你说的一见钟情，就是算不算是颜控啊？并不算。其实一见钟情能吸引到我的方面有很多，比如说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说说话的声音，或者说做事的风格都可以。那你觉得我这样的算小鸟依人吗？算。好，你讲话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嗲的。其实我也是属于搞笑女，我已经很收敛了。22号刘灯呢？我们来看智推。哇！于志航的智推女生是22号韩永双。这是你收买了我们的系统吗？这个信封一开始就放在这个抽屉里，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提前的。快念念，快念念，很想。男生文质彬彬，热爱运动，充满活力，有很强的上进心，在感情当中对爱人体贴入微。女生性格单纯善良，热爱美食，热爱运动，在感情当中是一个甜蜜有趣的人。2个人的相处中，男生需要多用积极夸赞的语言来鼓励女生，女生内心也有需要和想法，要坦诚地表达出来，这样会更有利于2人维系长久的关系，供2位参考。你也是南京的吗？对，我是江宁的。哎呀，哎呀，哎呀，可以起飞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结婚。对，哎，女孩是销售经理啊，你需要介绍一下你的职业上的。我的这个职业是做白酒销售，因为我平时应酬也会比较多，所以你会介意吗？不介意。白酒销售是那种高端白酒吗？是的，这个酱香型的，就是高浓度的。我懂了。
你们的客户对客群高度重合，强强联手啊。但是我的酒量可能没有你好。没事儿，我会把你喝醉。谢谢谢谢。我把你灌醉，你带我飞，两个人的职业太好了。来吧，最后时候到了。是22号刘登，你可以牵手跟他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决定牵手，我决定牵手。我乐意抱着你的手，心愿意呐喊，每颗音符里都有星光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再见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因为他比较喜欢运动嘛，然后又喜欢旅游，应该是，所以我很想就是更深层次去了解一下。我能够在《非诚勿扰》的大舞台上能够认识到他，也是一见钟情的开始嘛，所以我也很期待带着他一起去飞，一起去触摸蓝天白云，在空中去看夕阳和日落。感觉好浪漫啊，我很期待。哇，有意思，好甜蜜啊！我打算最近去浦口找这哥们儿飞一下那个。哎，万一他女朋友也在的话呢，中午请我吃个便饭，喝一点他卖的那个酱香白酒。你把你种的菜带去吗？那就不合适了，对，我还背着菜上人那儿去。有请下一位男嘉宾。24位女嘉宾好，3位老师好，我叫杨宽，来自江苏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想跟未来的对象能够一起养一只狗。来，张文超。哎，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好，就是如果我们一起养一只狗的话，那如果没有走到最后，那这个狗怎么办？那如果我觉得对狗好的话，肯定是交给我放心，我可能会要过来跟自己养。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或者是你想带走的话，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对。那你如果你留着这只狗的话，你看到这只狗不会就想到一些过去的事情吗？那如果依照你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我觉得如果能走到最后再养。哎，那养的时候谁知道？对啊。那俩人结了婚生了小孩也不知道。这是特别浪漫主义的提问，但是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回答。陈意涵，男嘉宾你好，那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特别怕狗呢？因为我是真的怕狗，小时候被狗追过，然后有点阴影了。是这样子，我小时候其实也有被狗追过的经历。但是我首先会尊重你的想法，如果说你不愿意养狗，当然也 OK。因为家里毕竟已经有2只小猫了嘛。我有2只布偶猫。就是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好的，谢谢。1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您这么想养狗，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养，反而是就是想要未来2个人一起养呢？好问题。是这样子，我觉得养猫的话跟养狗的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养狗的话是更多给到你一些陪伴感，然后养猫的话它相对来说比较偏独立一些，
然后我觉得在2个人一起陪宠物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也能体现女生的这个责任心或者是爱心吧。对。你是不是怕自己就是起不来遛它呀？客观来说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如果能2个人一起去遛狗的话，肯定是更加幸福的。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对这件事儿我这边掌握的大数据。只要2个人一块儿养了狗或者养了猫的，绝大多数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一定有联系。2个人一块儿养只狗，几乎约等于有个孩子，他会有个共同抚养的过程。养了2年，一分手了之后，一定还会多多少少和这个小生命他会有点联系。所以2个人决定一块儿养条狗或者养个猫的时候，应该在2个人感情比较牢靠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好，你的第2个问题，希望未来他可以对自己的就是未来不会过于的敷衍，未来敷衍是指？就是我希望他在工作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然后我再去考虑生活的一个提升。如果说自己工作都不稳定的话，盲目的去贪玩，可能这个状态不是我喜欢的。就是比较独立的，比较上进的。对，可以这么理解，对的。1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什么程度你觉得是敷衍？我觉得经济独立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表现吧，可以说是。谢谢。24号。男嘉宾你好 Hello 就是你强调了很多遍，说是经济独立。对。所以你不是在意女生说收入的这个高低是吗？对，不在乎收入的高低，只在乎女生的就是是否可以自食其力这样子。好，谢谢。好，来看片子。年轻人要么出众，要么出局。It's your turn. 我叫杨宽，今年24岁，从事过广告设计，现在主营自媒体，那直播带货呢也做到过公司的销冠。作为一个在工作黄金阶段上的人，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是一个胜负欲很强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总是拿自己跟别人去暗暗做比较，自己不能比别人差。无论是打游戏、打球还是工作，我都会默默苦练，花时间去学习。我总想比别人做得更好。每个阶段我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些目标。现阶段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在5年之内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不断往上爬。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多去赚钱。促使我有这方面想法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很享受现在的奋斗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也想要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嘛，就应该多去奋斗。生活中，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比较精致的男生，出门会涂好防晒，做好护肤，挑选一套适合自己今天心情的服装。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路过花店，我会买一些当季好看的鲜花，家里装饰布置氛围灯，选用好看的地毯。在这样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当中呢，我会听着播客，抽一些自己空余的时间，好好的读上一本书。适当的收拾一下自己，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不仅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场上24位女嘉宾，这样的我会出局吗？关于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我们来看看组照片儿。这是哪一个啊？17号，就是这里。这个左边的话就是我的小卖铺，就是我在家里面会囤非常多的吃的。下面那个就是我平时自己吃的一顿饭，一个人。这个饭作为一个人吃，确实相当丰富，有点过于丰盛。
我的。这个好是我做的早餐。哦。然后我平时一个人也可以逛街。一个人也可以逛街。很勉强。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生活。对呀。这是谁的？这是我的。哦，我刚想说很男性化。啊。如果回家累了之后，可能会看看书，然后调一杯酒喝，或者是听会儿歌，然后也是平时会比较有仪式感这样子。15号。男嘉宾你好，看了你的 VCR， 我觉得我跟你是一类人，就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有点完美主义的人。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受到这些完美主义的困扰吗？你这个问题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思考过，就是我认为完美主义这个事情，它是能够促使我，尤其是在工作上更加努力的一个因素，但是有些时候呢，也会导致我可能会有点累这样子。对，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克服呢？我会觉得，既然我达到这个目标，我可能会暂时给自己一个相对来说舒缓的一个时间段，不会立马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这样子。13号。男嘉宾你好，你的 VCR 里面说你的工作是做互联网和直播这一类，对吧？对对对。那我比较想了解一下你日常的工作时间和作息习惯是什么样的？我基本上大概是9、10点钟起床，因为我有2份工作，我这家公司忙完了之后，我去下一家公司，然后下一家公司大概是在9点到10点钟左右结束，然后我再回家。基本上1个星期大概7天都是这样子。7天都是这样。那如果在这种前提下，你未来的另一半和你的工作时间上面有极大的冲突，你们俩可能很少会有交集的共同的休息时间，那你觉得该怎么维持这段恋爱呢？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我现在单身的状态没有考虑到啊。但是如果说未来跟女朋友谈恋爱，感情比如说也很好，也很稳定，那肯定会在工作方面就是不会投入100%啊，肯定是会把心思更多，也会分到女朋友身上去的。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才在 VCR 看到你说是你想在5年内开自己的创业公司。那你的另一半结婚，其实也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划。对，没错。那你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呢，还是说你现在只想要事业呢？这俩事儿不冲突吧？我认识很多开公司的人，人也谈恋爱，人也结婚，也生娃儿，生了一个再生一个，都是有公司的情况下。对，可能是他的工作会比较累，可能没有太多的分心去照顾家庭。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发生。如果说我有那天能够创立自己的公司，那我回了家，面对的还是老婆孩子，怎么可能没有时间去分担到家庭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好的，好的，谢谢。来看下一条片子。关于告白，我不排斥仪式感，但是呢，我更喜欢以轻松自在的方式来明确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和他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的。我们都喜欢球鞋，在网上分享圈里互相关注了对方，聊得非常投缘。2个月后，我们奔现了，一见如故。同城不同校的我们，一有时间就约见面，拍照、散步、聊天，感情一直都很好。但临近毕业，我和他却走失了，分手也发生得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分手的真正原因，但回想起那时相处的点滴，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分手预兆的。毕业前我们曾大吵过一次，也许这件事就是导火索。我和朋友很早就约定好了毕业旅行，很不巧，和他拍毕业照的时间冲突了。我和他沟通过这件事，他当时也表示理解，但到了拍摄当天，他却打电话对我哭诉，和我大吵，一直在怪我没有陪在他的身边。他第一次和我提出了分手。
我知道这是他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没能陪他，我也感到很抱歉。但是跟朋友呢有约在先，我也没有办法临时去更改。从这件事情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得冷漠了很多。紧接着工作实习，我们俩开始了异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发消息他都不怎么回，问什么都说自己在忙。我很理解他工作考研很忙，也不会过多去打扰他。但我觉得不管早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回应。我和他沟通过，希望他忙完了能主动联系我，但还是一如从前，我们就这样和平分手了。在感情中，我会尊重对方的需求，我也希望呢，对方可以对我的付出有所回应。关于未来的另一半，我希望你是一个温柔体贴、有事业心、上进心的女孩，我们能彼此陪伴，一起奋斗。22号。男嘉宾你好，我叫周欣欣，今年24岁，来自安徽宿州，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合伙人。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很一样，就是我一个人的话也是好好生活呀，每天也要打扮得美美的给自己看呀。包括你不会做饭，我可以，我觉得你好帅。他这一句一句的，好像不好意思，真的挺激动的。没事没事，说的挺好。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恋爱了，期待就是说恋爱的这种感觉。就说跟我谈恋爱，可能说1星期见一次，这样你能接受吗？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是吧？因为如果说你平时工作忙的话，确实没有办法见面，就是也是完全 OK 的。哦。你跟前男友是多久一次？说真的，我的前男友他的工作比我忙得多得多，所以说我们可能说2周或者是1个月可能才见1次面。哦。所以他提出来1周1次，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密集的见面了，因为他曾经是每个月见1次。对。突破。对，我不喜欢每天见面，每天黏着。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想我，我可以马上去见你。那自然是最好的，对。好的，好的。15号。男嘉宾你好，你刚才最后说想找一个温柔体贴、事业心强、有上进心的女生，我想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但是呢，我通过对你VCR的了解，我知道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对的，对的。那你觉得如果说2个特别相似的人在一起会合适吗？还是说要互补的更好一些？我觉得首先我非常尊重你有事业心、有上进心，因为我首先内心里面我就认为这样的女孩子，其实她对自己首先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自己是非常欣赏她的。如果说大家2个人都有事业心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可能会1加1大于2吧，对。人生中哪些重要时刻是一定需要另一半陪伴的呢？22号。您愿意陪产吗？您愿意陪产吗？你陪过没有？没有。你生过没有？没有。都没有。你需要吗？我需要。你干不干？如果是我的小孩，我当然陪产。如果是你是他的，他就陪。这个陈老师陪老婆生小孩吗？我有2个，第1个肯定在，第2个还真不在。好像是在辩论哈。对，第2个这个我是确实佩服我老婆的地方，她没告诉我。你一回家看了多了一个孩子。确实还真是，3月22号出生，但我知道这件事情是3月25号啊，确实厉害，就是因为当时在一个辩论节目的最后阶段，到了一个决赛，然后我还是每天晚上我都在跟他打电话，然后22号那天也在跟他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还说：“我这还有点事情，稍等一下啊，就挂了。”但是状态都很正常。直到25号，我说明天就可以回来了。他说孩子已经生了，然后就发了一段视频，然后我看完就傻了。
他说他为了担心怕他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妈会忍不住告诉我这件事，然后我就会回去，所以他也没有跟我爸妈说。但其实你会回去吗？如果我知道，肯定会还是会回去，因为那边是一个队伍，确实有很大影响。因为我如果走了，没有人能递补，但是这个爸爸这个事也没有人能递补。但他可能也知道我可能要那么干，所以他就完全没说我。但是我觉得开心哈，确实还是厉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碰到过非常让人敬佩的女性。我们有一个女同事，每天要对应很多很多的客户。我们那个女同事正好那个时候，就那天在医院生孩子，要推进产房了。就在往产房推的路上，客户电话来了，又说一个客户什么事儿，他就在那儿接。啊，你说啊，那个他要怎么样啊？怎么的？听到最后跟他们客户说，这样，我先去生个孩子，然后完了我回来再打给你，好不好？把那个客户听得吓得，哦，对不起，对不起，你快去啊，我马上就好。电话一挂，生了个孩子回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吧，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了。骗人的都是。陈意涵。我觉得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然后男朋友可以陪在我身边。但是我好像过生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跟父母一起过的。可能正好我生日的时候也正好就都是单身的时候。哎，对啊，你的男朋友能够错过每一个生日，就是很凑巧吧，上半年，因为我生日下半年嘛。哦，以前一个男朋友都没赶上过。对。秋天不是收获的季节吗？你从来没有收过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没有，真没有。你要不然这样，你下半年开始，过了春天再说，对吧？哎。最后一个问题，肖宁宁。您好，您现在是24岁是吗？对。您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有说你是希望27、8再结婚，也就是说您希望维持恋爱3到4年，然后再结婚是吗？我对恋爱的这个具体的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对，不是说一定要谈3、4年，只是我可能会对，这个年龄段左右可能会考虑。对。那如果说双方都很合适，大家也同样也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觉得，年纪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说决定两个人去能够在一起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双方一起的一个状态去决定好的。对。好，谢谢。现在留灯的是2号、4号，有请2号、4号。我们来看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来看智推，杨宽的智推女生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看智推，杨宽的智推女生是14号肖宁宁。男生沉稳自信，活力爱运动，有很强的奋斗欲和上进心，是个行动派，信奉自己的梦自己圆，在感情中热情真诚。女生活泼开朗，温柔细腻，喜欢追求生活中的精致和美好，感情里很在意另一半对自己的诚意和互动感。两个人都比较自律，都对自己有期待有要求，可以一起携手共同成长，在一起也会是一对愿意为彼此付出、主动表达爱意的伴侣，供两位参考。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唐明卫，性格两面性，喜欢这样的你。我的缺点，你选一个。我的缺点，第3个。拖延症很厉害，事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会去做。坐飞机经常被大喇叭点名，希望找个人来帮助自己改正这个缺点。杨琪，婚后的禁忌，希望你会做什么？影视爱好。第2个，希望你会做什么？希望你会健身，因为自己很喜欢运动，想和未来的另一半一起去健身房锻炼身体，还希望你会做饭，因为自己不会炒菜。肖宁宁，不接受消费习惯，生活碎片。第2个吧。因为以独立买房买车需要还一些房贷，所以消费上不会铺张浪费，只拿收入的1/3来买吃的和穿的。唐耀进，萌宠小天使，饮食习惯小怪癖。小怪癖。3，摆放东西喜欢对称，有一点强迫症，看不习惯凌乱的地方，喜欢干干净净的环境。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压力比较大的话，你们会做什么事情会帮我疏解这样子？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只能选择陪你聊天，因为我的工作也特别的忙。好的，好的。我会就是抽空跟你一起出去散散心，出去玩一玩，就是做到劳逸结合，可以调节一下自己。我会选择带你一起打游戏，因为我很喜欢打游戏，就是打主机游戏的话很解压。就是会选择跟你一起出去遛狗。哇，最后这个有意思，就是已经默认了咱俩已经养狗了。言简意赅，而且还 call back 了一下啊。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选择自推，我选择自推。是啊。哇！好，来3位女生请回。好的，最后你跟女生有话要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性格啊，或者说事业上，包括我们平时一些习惯会比较相契合。然后我平时可能工作会比较忙的话呢，但是我会兼顾到就是事业和生活或者是感情方面。然后刚才你说一起去打游戏，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浪漫和温馨的一个场景，对，也是我比较向往的。OK。Cool。男嘉宾你好，因为我比您大嘛，对，然后您可能会后面至少1到2年的时间可能会注重在事业上面。对，我还是比较想在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的。对，不好意思。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错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对于现场女嘉宾担心我因为工作过于繁忙而没有办法去重视感情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之后有女朋友的话，我会更多的把工作和感情然后调和好。如果是女朋友的生日或者是咱们的纪念日，我肯定会主动的克服万难去陪伴对方的。我希望未来可以跟我对象一起，大家养只小柴犬，或者是互相学着做饭，那我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他是被他的那个资料介绍的内容打动的。他认为一个女生在
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买房买车，并且财务的规划非常清楚，是一个有规划、对未来不敷衍的。对，而且14号是留灯到最后的那几盏灯，男生很理性，他应该也综合了全场的沟通交流。我一点都不惊讶这样的结果。哦，他的表白的方式，最后说完了还 OK。我觉得他好像对女生有一个误解，就是他在渴望一个理想中的女性，他希望那个女生独立，而他有这个情绪上的诉求的时候，希望那个女生随时在身边。所以呢，就是说他想要的很多，但是他付出的很少。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大家好，我叫苏奔，来自江苏南京，今年24岁。孟老师啊，我是您30年老粉了。30年。有30岁了是吧？没有，我11、12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子坐在电视机前，没有您的新闻节目，我们都不吃饭的。就是那个南京零距离啊，是的，南京零距离。谢谢你看了这么多年啊。对，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喊我全名。因为在我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喊我全名的话，我会精神抽离出来，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我希望我们可以2个人商量一个亲昵的称谓，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这样子会比较合适。你父母叫你什么？叫奔奔。你前女友叫你什么？小苏。小苏。前女友是你领导吗？所以你希望跟女朋友约定一个只属于你们2个人的？对。你是希望肉麻一点呢，还是好笑一点？肉麻一点的。可以叫苏苏。小酥肉。这个太麻了，来分享一下你们和前男友们你比较肉麻的称呼，让我们开心一下。李嘉欣。我叫他的外号就是皮脸瞪，就是我说一句你听不到，叫你第2声你还听不到，所以叫皮脸瞪。卞秋月。如果我现在阶段跟他是就是想要撒娇的阶段，我就叫胖胖；如果是生气的时候，我就叫死胖子。哎，这个是欠钱的那个吗？是的。你还能叫得出这么亲昵来，骗你这么多钱？所以后来叫死胖子嘛。我听上去死胖子还是有感情在的。哦。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到处借会员。你说的是优爱腾那种吗？对，优爱腾那种，就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很多人借会员他不还啊，对吧？你得3天之后还给我就 OK。而且我又是一个内容从业者，我希望尊重知识版权。我希望如果你想要会员的话，我给你办一全套。你们有人经常跟人借会员的吗？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像腾讯视频我是办了会员，爱奇艺是没有的。那有的剧它只在爱奇艺就是独播，所以我经常会问我表姐借那个会员。下次不要借了，下次需要的话我给你办全套。谢谢。肖宁宁。我有一个朋友，她是通过借会员发现她男朋友出轨的。就是同一个账号，她在不同的设备上登录，她的那个观看记录是同步的。她就发现她男朋友在出差的时候，那个观看记录出现了她根本就不会去看的一些电视剧什么的。
他通过这个蛛丝马迹，然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更不能借了。是的，是的，是的，有风险。来看第一条片子。你上一次奔跑是在什么时候？上班路上、见爱人的时候，还是这周生活的时候？我是苏奔，一个一直在奔跑的人。本科毕业，不安于现状，考取了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光鲜的写字楼里工作，但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流程，仿佛按住了我奔跑的脚步。我不喜欢千篇一律，于是辞职，自己拿起相机，记录眼前这些我热爱的生活。现在，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计划用3年时间成为旅行领域的头部创作者，希望有一天能让自己的足迹遍布整个中国。一个人，一部手机，在春天的2月兰里拍照，去深山的花海竹林赏花，到无人知晓的迷雾森林探险。这些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风景，在我眼里都是宝藏打卡地。但偶尔，我也会听到一些有意思的声音。嗨，我刚才就观察你好久了，我想问一下，入你们这行是不是门槛特别低啊？当然不是了，需要审美和技术的嘛。那我看你们到处吃到处玩的，很舒服哎。这是你看到的一面，我们也要看景、选题、写脚本、拍摄，这些后面的付出你是看不见的。那是不是人家请你你就去呀？我不是，我是比较偏向这种小众有意思的景点，人又少的地方。那你能不能带上我呢？我带你干嘛？你又不是我女朋友。放下工作，我也喜欢林荫场上的奔跑，那种拼尽全力就能收获胜利的感觉，让我迷恋至今。偶尔，我也会一个人感受卡洪鼓的节奏，仅是一个拍的动作，就能带给我振奋向前的力量。现在工作之余，我会一个人待在家里，收拾家务，自我提升。一个人的生活总归是要用心经营的。春风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我期待和你分享我所见的风景，期待邀请你走进我的视野。你看，花都盛开了，你会不会出现呢？你这个鼓叫什么来着？叫卡洪鼓。哦，它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个小众的打击乐。你给我们来一段听听看。好，来。好。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We will rock you. Sydney, we will rock you. 有没有女生想来试一下的？2号。就是我不会，你可以教我一下吗？我可以教你一下。你来，你快来。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啊，我们这个鼓是有3个音色的，一个是底音，就是打中间这个位置；一个叫 slight， 就是轻点这个地方；high slight 就是重打一下这个地方。哦。然后我教你一个我们的万能节奏型，动词大词，先打一个低音，一直打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然后你可以点一首歌，最近很火的《本草纲目》也可以。来进，动词大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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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大。OK， 你看就很简单吧，就学会了。好。那个你发现的那个小众旅游景点都是在南京周边吗？还是全国？现在就是南京周边的小众景点。我未来是计划3年之内去全国去找一些小众有意思的景点，然后等到再情况好一点，我准备出国。7年之内，我想周游世界。10年之后，我想登上火星，做第一个火星旅行的人。
南京周边有什么地方可去？南京现在有一个网红景点叫迷雾森林，就是在江心洲上面的。哇，很漂亮。它在那种光照和雾蒙蒙的感觉，就有那种迷雾森林的感觉，像绿野仙踪一样。对，这个地方也是我命名的，我第一个这么叫的，后来大家都用迷雾森林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地方。还有个地方在老山里面叫老母猪沟。为什么叫老母猪沟呢？对，我也很奇怪。然后我走进去一看，其实就是一个沟，就是农民可能以前把这个地方叫老母猪沟了，他就一直叫老母猪沟。哦，哎，这个很漂亮哎，好美啊！这是秋天吗？对，秋天。这个是我们那个潞河的大泉湖畔，大泉湖池山林。这个是我们石臼湖的那个龙猫草海。这个地方不是最好的角度，一个是拍它那个火车过桥好看，还有就是它那个灯塔好看。哦，对，灯塔非常美。哦。好的，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去过的小众的地方？赵明明。我有去过云南的白沙古镇，这张照片是我在做团扇的一个照片。我旅行的时候会非常关注一些民族艺术和文化，所以我还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在旅行中会有什么你会特别感兴趣和关注的点？我会和本地人深入交流，我会问他们这边什么好吃，这边什么好玩，我会通过这些沟通来找到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喜欢和本地人交流，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对。1号。我去过一个长春有一个叫神鹿峰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城堡，还有鹿，有很多的结婚的情侣去拍婚纱照，很好看，也推荐大家去一下。朱瑞。我本来是想去成都达瓦更扎看日出的，但是往川西那边走，有一个地方叫神木垒，真的很好看，有很多小房子啊。要想看日出，去牛背山比较好。牛背山是亚洲最大的360度观景平台，但是呢，一定要选好日子。四川那个地方晴天可不多，想看日出真的得踩好点儿。好的，看下一条片子。我记得见到他的第一眼，大眼睛，似曾相识，又给人一点点的距离感，这是我陷入爱情的原因。为此，我愿意等他下课，愿意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他送花，愿意和他一起看日出日落，等宇宙星河。但在一起久了，我却忽略了最珍贵的东西。上单，下路辅助呢，快！喂，下雨了？下雨了你在外面干嘛？赶紧回去啊！你这个饭单做的也太难吃了，下次别做了。我今天不饿，你自己去吃吧。现在想想，那是男朋友该说的话吗？我不去接他，谁去接他？他做的饭团再难吃，我能那么说吗？太伤人心了。现在想来，爱情里的回应真的很重要，哪怕有一点点的小刻意，能让对方感受到爱意，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遇到了另一个他，我对他有求必应，每天从市区买好吃的，给他送到郊区的学校，不厌其烦的给他跑腿买各种东西，尽心尽力的帮他完成各种拍摄任务。但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会随时让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陪他。我工作一结束就来找你了。但凡事有个度，所有的爱意都珍贵，彼此珍惜和体谅更重要。所以我选择把这段感情释怀在了春天。现在我期待一个温柔善良的女生，我们彼此成熟，互相体谅。我会好好珍惜你，回应你。也期待能和你一起，用镜头和眼睛记录四季美景，共赴一场浪漫的人生旅途。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另一半热爱做饭，但是
饭菜做的相当难吃的这种事儿有碰到过吗？胡雪飞。我之前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然后我也是给他做饭团，但是我不会蒸米饭，就是很难吃，然后他也不吃，并且很讨厌我。然后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的心意都白费了，我会非常的难受。然后现在看到你的这个片子，倒是有一点点理解。但是刚才看到有一个画面啊，就是你拉着女生的手，就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怎么样？就是你还是不是发自心底的去理解他，还是觉得我都已经足够迁就你了，你为什么还是要这样？我相信这也是就是刚才这么多女生灭灯的原因。那个时候还是不能够理解对方，不能够换位思考。现在我会比较委婉的去和他说，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共同学习做饭，然后我们一起共同长身体，一起啊。这个宝宝还停留在长身体的阶段，我们要有营养。不长了，不长了，不长，不长了，不长了，不长了。关键是这个做饭难吃这个事儿吧，得自知。我经常听到有些女生说我会做饭，但是我做的饭相当难吃，这就是她自知的。有一类她不知道她做的饭难吃，她觉得很好吃。来，19号。就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她做饭非常难吃。但是他有这个热情，我不好意思就去抹灭他。刚才是10号举手的。我是想问，比如说你以后的女朋友跟你谈恋爱了，但是她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确实是她的错误，她很沮丧，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安慰她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是想问，比如说你以后的女朋友跟你谈恋爱了，但是她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确实是她的错误，她很沮丧，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安慰她呢？不要难过，就是还有下次机会。下次机会如果还失败，就还有下次机会。我会和你一起共同向前走，一起进步。他每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在回答班主任。班主任，你错了没有？错了，错在哪里了？哦，错在那下次怎么办？刚才那个话题，就你们有回想过？别人对你们提出过分的要求，或者今天想起来，我们曾经对对方提过一些过分的要求，有没有过？23号。孟老师你好，我是23号白云哥，来自河北石家庄。因为我是北方人，然后我的前男友是南京人，就是我们的口味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我当时就很喜欢吃那个大锅菜，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做，然后他就很吃不惯。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俩的感情很好，然后他就很迁就我，我就说我吃几碗你就必须要吃几碗。吃了多久分手的？大概半年多吧。以后不能这么干了。11号。男嘉宾你好，我就是不太会做饭，做的很难吃，我自己都不吃的情况下，但是你必须要把它吃掉。还有他是一个不喜欢吃辣的人，我特别喜欢吃辣。如果点外卖的话，就是我吃什么，他就得跟我吃什么。那建议住到医院旁边。小朋友好可爱。就是如果说辣的什么胃痉挛啊，就近抢救容易。那他没有抱怨过吗？没有，就是我们相处方式，我是那种比较强势的，然后他就是那种比较听话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哪一天你又交往了个男朋友，你们第一次吃东西的时候，你还按这个来？你说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他说凭什么？我就不吃这个，你们还发展得下去吗？我觉得这一点我要改一下，以后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男朋友都找不到。所以呢，刚才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么多恋爱经历之后，我们也总要反省一下自己。比如别人对我们提过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乐意，对不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样，我们强迫别人做的一些他们不愿意的事儿，也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人在情感当中要进步，身体要成长，心智也要成长，好吧？啊。最后一个问题，胡雪飞。男嘉宾，因为我刚才看你视频，你说你的工作非常的忙，然后我现在的工作也是从周一到周日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是我自己的公司在自己打理。就是针对这种，如果说女方比你要成熟，并且是她现在工作的节奏，你们两个人可能是一样忙，那你会怎样看待这种的恋爱关系？我觉得一定要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你很忙的话，那我就可以把我手下的工作放下，可以去找你，但不能一直这样，我们要有个平衡，不能一直没有时间跟我在一起，对吧？好吧，谢谢。这些姐姐的灯都灭了，以后好好做那个旅游博主。好的，好吧，我也希望能刷短视频，能刷到你。好的，孟老师。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刚才第2段 VCR 的时候，很多女生都灭灯了，我觉得她们灭的有点快啊。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会很考虑女生的感受。那个我已经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未来的生活中，我会在新的感情里努力成长的。祝他幸福，快快成长啊！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